这是一对双胞胎杀手，他们被买入地下色情界拍摄变态虐杀电影，最后成为了可怕的变态杀人狂。他们来到城里暗杀俄罗斯大姐头巴拉莱卡，却正好中了莫斯科旅馆设下的圈套。死了同志的大姐头非常生气，就连突然搅局冲进来的艾达和莱威都照打不误。双胞胎悠闲的和巴拉莱卡的人对轰，他们决定通过扰乱敌人追踪到他们的大本营。于是两人分开行动，殊不知就连混乱都在巴拉莱卡的计划之中。士兵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双子引诱到目标地点，扰乱敌人，让他们热血上头，然后给予他们致命一击。巴拉莱卡让军曹扯下，这场闹剧即将落下帷幕。15万飞了，还差点被射成蜂窝的艾达骂莱威贪得无厌，两人又日常吵了起来，然后突然空虚，1分钱都没赚到，白忙活了一场。怕黑的艾达想让莱威陪他去开车，莱威才不管，拍拍屁股走人了，气得艾达对他竖中指。结果莱威前脚刚离开，一把枪就抵上了艾达的脑袋。双子之一的长发埋伏在这儿，就等他们落单。不过他并不是来杀人的，等到短发杀了巴拉莱卡，他们需要能离开这里的渠道，因为原本建议他们的意大利黑手党被他们杀了。既然雇主都已经死了，艾达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杀巴拉莱卡。长发突然哈哈大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做，所以就做了。天刚刚亮的时候，在公园喷泉边抽了一整晚血汁的巴拉莱卡叫出了躲在树林里的双子短发。巴拉莱卡的士兵真的很优秀，和双子纠缠了这么久，一个都没被杀掉。短发掏出斧头，故意用被他们虐杀的士兵刺激巴拉莱卡，但大姐头却非常冷静。很遗憾，短发今天要死在这里。不过在此之前，他要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巴拉莱卡让短发跪下，下一秒短发的腿就被射穿了。短发惊恐的回头，举起斧子就要扔向巴拉莱卡，又是一枪轰来，打断了他整只右手。这时短发才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了狩猎场，周围埋伏的全部都是狙击手，从踏进来的一刻就会注定死在这里。短发听到这里就笑了，他是不会死的，他们是踩着很多的尸体走过来的，掠夺了无数条生命，他们能靠那些生命一直活下去，他们是不灭的，是永远。为了死去的部下，巴拉莱卡本可以残酷的折磨他，但是他没这么低贱，所以只会静静的看着他死。再过10分钟不到，短发就会因为失血而亡，只有在他死后的数分钟后，才能为他牺牲的同志镇魂。巴拉莱卡疲惫的扶额，但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个的吧。短发趴在地上痛苦的哭了出来，最终停止了呼吸。一旁观望的军曹吓出一身冷汗。巴拉莱卡只觉得很累，短发被莫斯科旅馆射杀，而长发通过威胁艾达搭上了黑胶的顺风船。他在船舱里唱着歌，天使一样的歌声完全无法和变态杀人狂联系在一起。黑胶小队接下长发的委托，送他离开。莱威在船舱口守着，而洛克则和长发待在一起。长发在洛克面前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他能感觉到洛克不一样，就像从其他世界来的。他懂得分辨好人。很快，黑胶带走长发的事就被大姐头知道了。巴拉莱卡质问达基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达基表示只是个委托。他们这一次立场不同。很快被泥鳅的航路南方发现了莫斯科旅馆的导弹舰，他们为了避开追捕，就只能改变航路，前往潘卡卢比的艾鲁洛伊纳。长发有些沮丧，明明到了海上却看不见大海，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海。他出生在乌云密布的山石里，无论在孤儿院还是西西里岛，看到的总是灰色的高墙。罗马尼亚的某位独裁者向国民发布了禁止人工流产的禁令，原本是想为贫穷的国家创造劳动力，但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大量弃儿被国营孤儿院收养，成为秘密警察的要员供给地。后来独裁者被推翻，孤儿们被西西里岛接收，今后就一直生活在血与黑暗之中。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晚上，双子都在想，神明为什么又让他们这么痛苦。其他孩子们被拖到面前，要他们用球棒猛砸的时候，大人在笑，他们也跟着笑了。那一刻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是靠杀人运转起来的，循环着杀或者杀的圆环。洛克问他，哥哥死了不觉得悲伤吗？长发摘下假发，声音也随之改变，你在说什么？哥哥不就在这里吗？他们是同在的，永远不会死，在永远持续着圆环上永远的杀戮，永远存在于这个杀戮的世界。他不会觉得悲伤，血的味道到现在都很喜欢。洛克心疼的一把抱住长发，不对的，世界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幸福而存在的，血和黑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非一切。长发红着脸让洛克不要伤心，他第一次遇见像洛克这么善良的人。长发掀起裙子露出自己的下半身，他愿意给洛克谢礼。而看到长发裙下的样子之后，洛克惊恐的捂住嘴，一言不发的摔门走了。莱维毫不犹豫给了长发一拳，他其实和大姐头有同样的想法，觉得双子该死，如果再敢招惹洛克就杀了他。长发见到莱维后也是马上变脸，他闻得出来莱维和他是同类。洛克跑到甲板上无能狂怒，不明白双子要被这样对待，甚至起了领养这孩子的心思。贝尼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孩子已经无法金盆洗手了，如果当初有谁能对他们好点，他们就能过上正常的童年，但事实却未能如此，所以这件事只能这么落幕。于雷霆靠岸和负责中转的艾路伊接头，接下来他会带长发离开这里。长发笑着和洛克告别，突然一声枪响，艾路伊一枪正中长发脑袋，满头是血的长发呆着的望着天空，倒在了码头上。艾路伊接管了莫斯科旅馆的悬赏，他的儿子得了癌症，得到了一笔不错报酬的艾路伊决定不干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任务。而黑胶的后路职责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达奇让洛克拿帆布把尸体盖起来，但洛克却说这样就很好，让他仰望着蓝色的天空，远眺着大海沉睡吧。这种黑暗地带里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枪毒以及假钞。美国的
黑帮大佬猫王雇佣了伪钞制造者真制造假钞，然而20万美金花出去，2个月时间过去了，对方却以假钞质量不好而不肯交货。于是猫王上门威胁，还杀了真的程序员同伴，如果他不能在2天之内给一个交代，等待他的将是同样的下场。真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第2天，趁着看守上厕所的功夫，他将一人堵在厕所，砸晕另一人后逃了出去。莱维一大早被岛上的鬼天气热醒，满地的酒瓶子和子弹，房间被打得全是弹孔，承受了太多攻击的空调更是直接罢工。于是莱维跑到教会和艾达喝酒鬼扯，然而教会也没有空调，两人热得满头大汗。艾达八卦地问莱维和洛克的进展如何，莱维不耐烦地抱怨，来这里1年了，西装也不脱，放到敌人面前还总被抓去做人质，一天天的没啥好事。谁想听到这个？艾达问的是那方面的进度，你们到底做没做过？莱维低头装睡，你俩要是真没一团，鬼都不信。教堂大门被急促的敲响，真不知怎么跑到了这里，狂敲大门求救。和莱维猜拳输了，艾达才不情愿的去开门，一下把真推了个狗吃屎。这里可不是什么慈善教会，神今天休假，真纠缠着要艾达救救他，他正在被人追杀，艾达根本不想鸟他。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猫王突然赶到，一枪打在艾达旁边的门上，还好巧不巧穿透了莱维的酒杯，刚来就惹了这座城里最不能惹的3个女人之2，一路走好，阿门。中间人罗伯斯刚刚劝猫王别动手，莱维跑过来把枪扔给艾达，两人二话不说对着猫王一顿扫射。本来天气热就烦，居然还有不长眼的敢对他们出手，被激怒的女人可怕的要命，手枪愣是打出了自动步枪的效果。急慌慌跑到车后找掩护的猫王手下愣是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见习神父丽卡更是扛来了重机枪。罗伯斯大喊让他们停手，这一切都是误会。结果适得其反的火上浇油，把莱维和艾达都气出炎液了。这种事是误会，对着教会开枪就别想着不缺胳膊少腿的回去。加特林一出，完全火力碾压。罗伯斯大喊上帝呀！教会里的耶和华没眼看，这么大动静自然惊动了老修女，这位也是个不好惹的主，投出黄金沙鹰跟着加入战斗。南无加特林菩萨，北无 AKM 耶稣，猫王只能在火力碾压下落荒而逃。至于将猫王引来的真，自然成为了重点审问对象。猫王委托给的任务是救美元的伪造，伪钞的设计团队分散在各地，通过网络联系，而他是负责统筹的队长。针对假钞的要求极高，一心想要做出完美的假钞，但是猫王给出的条件和设备都非常差，而且连最基本的耐心都没有。真大谈特谈假钞的制造工艺，听得艾达和莱维逐渐暴躁。简单来说就是太过追求完美的真制作假钞，需要花费相当多的钱和时间。但猫王不耐烦了，他需要看得下去的速成品。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是真的问题，是他没有遵守约定。真气的脸红，他就知道这群一天到晚摆弄枪的人无法理解他，结果被莱维用枪一指就怂了。修女无意掺和这件事，让真去委托黑胶用包里的钞票原版让黑胶帮他跑路。真想把假钞卖给教会被拒绝，莱维也不想接这活，让真自生自灭去。真一扭头提包走人，但如今外面危机四伏，他的脑袋随时都有可能开花。艾达推给了他一家旅店，只要报上教会的名字就有空房间住，不过真要向教会捐300美金，这可不是艾达大发善心。真一离开，艾达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起了真的悬赏，然后转头就把人卖了。乡下人果然好骗，被教会打到住院的猫王自然不会放弃真这棵摇钱树，将抓捕真的任务交给了牛仔拉仔鲁。莱维嫌弃艾达赚钱的手法太脏，必须分他一半，但艾达却说这钱还没赚完，他还有更妙的赚钱办法。2个人走出酒吧，和进门的拉塞鲁擦肩而过，只顾赚钱的2人没发现这座酒吧里已经聚集了各路人物，他们都是被猫王雇佣前来抓捕真的杀手。真的位置已经查明，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真活着带回来。大家都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旗袍姐姐香华、清道夫索亚以及各种能人异士，堪比大型人才招募现场。他们对于拉塞鲁的嚣张态度非常不满，美国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态度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把拉塞鲁气得不轻。至于艾达这边，让洛克开车把他们带到了一处巷子里，说只要在这里等着就会有好事上门。